度吐槽有风度，测评很鬼畜。这里是主观独立不用放的黑色科技，我是思姐水水。今天跟大家唠点豪门秘辛。话说有个顶流豪门，嫡系里头3份人，你懂的。豪门生娃都是广撒网，生得多才容易出人才嘛。对呀，光大房这一代，学区资本就生了5个，不然当你猜怎么着？前些天有人在国外碰见对双胞胎，哟，强大小模样都不用念 DNA 就知道，铁定跟大房有关系。私生子啊？那倒不是，没过几天他们家族就官宣了，说这是早年在外留洋的血脉，现在又认祖归宗呢，直接就进大房名下了。但大家心里面都清，他们2兄弟跟大房大少爷长得再像，都不是一个妈生的。现在大家估计他们2兄弟回来，就是应该想接手3房的生意。毕竟2兄弟已经在海外打下了根基，而且3房很久没动静了。哎，等等，那3房是叫 Siri 吗？耶，你咋知道的嘞？小米17T 认祖归宗后，小米17系列已经大大小小7款机型。有绅士可能会觉得，这他妈绝对是来捣乱的，这样搞产品线不就复杂了吗？我倒觉得17T 2兄弟是来加入这个家，而不是拆散这个家的，跟现有的小米17系列形成错位互补，在4000元附近价位段精准填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看完这期小米17T Pro 体验你就知道啦。外观上想要跟旗舰站一队，窄边屏幕、金属边框、徕卡标识是少不了的身份象征。裸机握持比较丝滑，不沾指纹油渍，横握阿角没有硌手。呆口跟17标准版也是一脉相传。不过17T Pro 并没有容易积灰的单个摄像头凸起，是个加分项。配色方面，上汽黑星公测4哥和黑哥都比较喜欢17 Max 那种呆口一体化全黑的。思姐好奇问问大家，是更喜欢全黑的，还是这种跟机身同步来突出镜头的呢？投票走一波。正面是6.83英寸的直屏，打王者能跑满144帧，很爽。实测全屏白底手动亮度最高651尼特，激发亮度1163尼特，最低亮度是夜猫子友好型的1尼特。IP68X 轴线性马达、NFC、红外这些旗舰标配都是包有的，但是在解锁上就做取舍了，位置偏下的短焦指纹，对于这种宽体大屏机来说，用起来就没有这么得劲了。上下是听孔加开孔的立体式双扬，我们来前提一下外放效果。满分10分，你会给小米17T Pro 的外观打多少分呢？在性能方面，小米17T Pro 搭载的是天玑9500，时隔6年，小米数字旗舰又走上了高通加天玑双平台的路。旗舰芯片应对日常使用都没什么压力的，我们直接上重度负载游戏。根据性能狗显示，最高画质原神须弥城跑图30分钟，平均帧率59.9帧，1%漏帧44.5%，中间出现过2侧肉眼可见的微小卡顿。室温31度，机身最高温度45.5度，出现在正面，手感上左侧边框有点烫。进阶挑战是崩坏星穹铁道黄金的时刻，跑图30分钟，平均帧率51帧，1%漏帧24.3%，还没发挥出天玑9500应有的水平，应该是还没适配好的缘故。10分钟后温度上去了，帧率开始波动。后期有一次肉眼可见的明显卡顿，室温28度，机身最高温度46.6度，左边框手感上会比原神稍微烫些。天玑9500这个级别的旗舰芯片，性能其实能应对重度负载游戏的，只是长时间性能释放没有骁龙旗舰那么稳定，不过功耗控制的还挺到位的，而且这一代电池容量也有了质的飞跃，来到了7000毫安时。看常规续航测试结果确实挺坚挺的，对于日常比较少持续高负载使用的朋友来说，天玑旗舰芯加大容量电池是个让人没什么续航焦虑的解法。至于回血速度，100瓦有线充电从0到满血复活需要57分钟，比预想中更快些。
小米17T Pro 虽说价格定位比小米17低，但影像配置上倒有点倒放天罡，用上了潜望长焦、5倍光变和10倍无损变焦，这个规格还挺高。看样张，光线充足的情况下，高倍变焦后解析力依然很高，质感比较接近原生，没有很明显的数码裁切在锐化的 AI 感。不过暗光环境画质还是有一定损耗，主要是当前版本算法有些不稳定，灯光复杂的情况下，夜空偶尔也被提亮了，损失了些夜景氛围。本来看到有长焦微距还有些开心，但最近对焦距离是30厘米，拍特写就没那么从容震撼了。人像方面依然给到大师人像和徕卡人像两种风格，主体解析力过关，画素边缘比较少穿帮，背景如奶油般化开，绿化的还是比较自然的，没有什么抠图感。不过5倍起步的长焦和主摄之间的数码裁切焦段变长，对主摄解析力要求进一步提升。17T Pro 上搭载的是跟小米17同款的光影猎人950，解析力日常情况下默认的12.5MP 已经够用，饱和度比较克制，就算拍花草也不会有溢出的感觉，很接近肉眼所见。夜景拍摄高光压制这块能感觉到算法在发力，预览宽看过曝，实际成片却将灯光还原得很到位，只是偶尔会把偏橙的灯光还原成红色，超广角表现中规中矩，不放大看是过关的。玩法方面，实况运镜还是挺好玩的。今年这个价位段的手机大多在 Live 图上做文章，算是迎合了目标人群的喜好和社交媒体分享趋势。再来发点前置自拍福利，感觉默认美颜有点偏黄罢了。我有的是 P 图的利器和手段。视频方面支持的规格比较全面，防抖和动态范围表现大家可以直观来品。小米17T Pro 要和17系列已有的机型打出差异化，在性能平台上已经有取舍，所以在影像上还是堆了比较符合旗舰系列定位的配置，实际使用体验还是符合价位水平的。无论是小米17系列推出多款机型实现更清晰而且有差异化的布局，还是现在果断引入17T系列的操作，都能看出小米正在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产品线补位和战略调整。现在数字旗舰系列主攻4000元以上市场，17T系列补上 Siri 缺席后3到4000元轻旗舰空档，更有地位又有红米接棒，算得上十分全面，还不怕错打自己人。真机上手体验后，不难发现小米17T Pro 就是线下机的打法，处理器选性价比更高的，省下了成本堆到线下用户更关心的地方，比如上来就问防不防水，有没有 NFC， 能不能当遥控，电量耐不耐用，它都能给到满意的答案。再进阶的，比如问拍照好不好看，虽然审美各不相同，但硬件确实给力的，而且有徕卡加持。想让朋友开黑144赫兹，也是你打开游戏右上角就能肉眼可见的。那处理器是啥样？只要你游戏跑起来够丝滑，谁还会细究呢？至于用海龟机，也是挺聪明的一步棋，在外国已经完成供应链的磨合和跟用户的反馈验证，比从零开发新产品试错成本更低，风险也更小，可以说是天选补位机了。就是可怜的 Siri 正在失望的看着你。如果你想换小米旗舰，又觉得数字系列超预算，平时很少长时间打重度负载游戏，不介意短焦指纹，微距觉得够用就好，那么可以到线下体验看看小米17T Pro 会不会是你等的本命机呢？好了，本期小米17T Pro 的体验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留言讨论。卑微师姐在线求点赞、求关注、求转发，谢谢各位绅士能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